退役15年、被当废铁的英国斯巴达，被乌军改造成了前线巨兽，在俄乌战场坚韧无敌。黑海再燃战火，乌军突袭新罗西斯克港口，黑海舰队本土基地遭围攻。乌军夜袭莫斯科，沙图拉最大电厂被轰炸成火海，俄首都机场被迫停飞。克里米亚陷入黑暗，乌军风暴阴影导弹精准命中电力中枢，10起爆炸震撼半岛。海参崴油轮大火，莫斯科爆炸连环上演。俄罗斯腹地再现震荡，火烈鸟导弹打破 S-500神话。莫斯科夜空爆炸声揭穿俄军防空危机。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一辆曾被英国军方判死刑、退役超过15年的 FV-10-3斯巴达装甲运兵车，却在俄乌战场上意外走红。从最初原屋的35辆扩编至如今近200辆，其战场存活率更高达 82.5%。这一成绩甚至媲美西方现役主战装备，也彻底颠覆了外界对老旧装甲车的偏见。这台被鄙视多年的老古董，为何能在无人机密布、炮火连天的现代战场大放异彩？FV-10-3斯巴达的命运几乎在设计之初就被注定。这款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履带式侦察与运输车，核心任务是高速伴随坦克，为侦察小队与支援分队提供快速机动。为了追求速度与通过性，英国工程师选择了大幅减重的方案，车体采用铝合金材料，正面最厚的装甲只有60毫米，仅能挡住 14.5 毫米机枪与破片，火力更是捉襟见肘。全车只有一挺 7.62 毫米机枪用于自卫，面对敌方装甲车几乎毫无反制能力。车内设计最多容纳3名成员加4名步兵，运输能力连苏制 BTR-3 都远远比不上，更别提弹药、补给等额外负载。随着北约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区展开反叛乱行动，地面环境可控，道路完善，供应线稳定，对装甲车的要求核心转向轻、快、易维护。斯巴达因装甲薄弱、空间狭窄、维护复杂而全面落后。英国在2009年便用基于伊维科底盘的豹式轮式指挥车将其取代。在西方军事分析师眼中，斯巴达早已是战力贡献有限的典型淘汰品。然而，俄乌冲突是一场被无人机、远程火炮、电子侦察彻底改变性质的战争。在这片战场上，传统的厚装甲等于高生存完全失效，重量大、体型庞大已成为致命弱点。俄军 T-72重达46吨，德国豹2超过60吨，在乌克兰东部黑土泥地中频繁现车，成为无人机投弹和火炮校射的火把。地面压力往往是他们暴露的第一步。相比之下，斯巴达仅重 10.6吨，其地面压力只有 0.4千克每平方厘米，不足坦克的一半。这意味着它能轻松穿越泥泞与软土，胜任突击小队渗透、夜间转运、前线补给等任务。其小巧的身材更成为战场优势，长 5.2 米、宽 2.5 米、高 2.7 米的小车身，可以藏进树林、沟渠、建筑阴影中，而大型装甲车根本无法进入这些隐蔽点。搭配乌克兰军队常用的熄火隐蔽无人机侦察高速突击模式，斯巴达97公里小时的公路速度可以在1分钟内推进 1.6 公里，大幅压缩俄军侦察到反应的时间窗口。在无人机时代，这便是生存的全部意义。轻量化反而让它踩不响地雷，许多苏制地雷的压力触发阈值为150至300公斤。斯巴达经常游走在引爆阈值的边缘，生存概率反而高于重型车辆。乌军没有把斯巴达当成传统步兵战车，而是彻底改变其角色定位，从战斗载具变成高速装甲出租车。其核心任务转为高危区域快速运送突击小队、伤员撤离、夜间渗透及小队级特种行动。在巴赫穆特的激战中，乌军曾在一辆斯巴达里塞进10几名伤员，像玩俄罗斯方块一样压缩到极限。斯巴达成了战场上最重要的生命运输车之一。乌军还对其进行大量本地化改造，加装金属防无人机网，使用伪装布削弱热信号，
替换原机枪，为 M2 重机枪或自动榴弹发射器加强通信系统以及强化底盘与发动机维护包。这些土改装显著提高了其在无人机战场的生存能力。民间力量也推动了斯巴达热。2022年11月，乌克兰的谢尔盖·普里图拉基金会发起众筹，仅36小时就筹集650万美元，从英国私人市场购入60辆斯巴达。乌克兰世界大会另行捐赠13辆。这批车辆成为战场上最难申请到的装备之一，甚至有前线部队调侃说，要等一辆斯巴达排队比等炮弹还难。乌军随后还为其建立了专门使用手册，在第251领土防御营、第127旅中成立了以斯巴达为核心的机动小队，让这款过时装备进入体系化运作。FV-103斯巴达的重新崛起，不是因为它先进，而是因为现代战场已经改变。在无人机密布、火炮覆盖、地形复杂、补给脆弱的战争环境中，机动性大于装甲厚度，隐蔽性大于火力强度，可维护性大于技术复杂度。战争逻辑从武器性能优劣转向是否适配战场场景。乌克兰用这辆老车证明，真正的战力来自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纸面参数。在俄乌这一极端战场环境里，斯巴达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成为效率最高、性价比最强、实战贡献最稳定的装甲车辆之一。这就是一款50年老车在现代战争中创造的奇迹。除了克里米亚外，乌克兰的攻势已经直接打到了黑海沿岸的俄罗斯本土。最新传出的消息显示，乌军对黑海舰队驻地新罗西斯克发动了突袭。据 Astro 报道，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阿纳帕和新罗西斯克在昨夜先后遭到袭击，这两处都是黑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其中，新罗西斯克在俄军将黑海舰队从克里米亚撤回本土后，已经成为舰队新的核心驻地，战略价值极高。乌克兰此次攻击规模不小，出动了大量无人机与无人艇，与俄军的防空系统爆发了激烈交火。从战区传出的前线视频可以看到，港口区域和海面上不断闪现火光，爆炸声此起彼伏，整夜都能听到密集的空防响动。当地目击者更声称，新罗西斯克港内的海军舰艇可能被直接击中，相关情况仍在进一步确认之中。事实上，过去几天，乌克兰已多次对黑海的俄军目标发动袭击，克里米亚境内的基地与油库也是频繁遭殃。这次攻击可视为乌军持续施压的延伸，将视线重新拉回前线战场。2025年即将进入最后一个月，但俄罗斯仍然无法拿下红军村。乌克兰第7军持续阻击俄军的推进，牢牢守住北部防线，并继续控制着红军村铁路以南的阵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俄军正试图跨越铁路，扩大自称的占领区，但几天前的作战中已被乌军成功遏制。红军村的战斗依旧焦灼而激烈。乌克兰方面也在不断强化当地兵力，包括调派更多无人机部队，准备对城内俄军展开更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连续轰炸做出正面回应，发动了对莫斯科最大电力设施之一沙图拉发电厂的猛烈空袭。与此同时，莫斯科地区的机场也因遭到无人机威胁而被迫临时停飞，首都空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消息，当地时间11月23日夜间，乌克兰向莫斯科州北侧发射了一批密集无人机群，目标直指俄军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沙图拉热电厂。现场流出的画面显示，电厂区域出现了大范围的剧烈爆炸。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沙图拉电厂附近燃起了通天火海，火球与黑烟连续不断地向上翻卷，从极远处都能望见冲天的烈焰，照亮了整片夜色。当地居民报告称，他们听到了至少6次巨大的爆炸声，回声久久回荡在莫斯科上空，显现攻击规模之大。根据初步信息，沙图拉发电厂的多处区域遭到精准打击，其中油浸变压器等关键设施被引爆，引发2次大火，进一步扩大了破坏范围。袭击不仅直接损毁俄方的电力基础，也导致莫斯科周边机场一度被迫关闭，所有航班暂时停止升降，影响遍及整个区域的空中交通。
俄罗斯随后回应了这一事件。莫斯科州长安德烈·沃罗比约夫承认沙图拉发电厂确实遭到袭击，但强调该市电力供应未受到影响。然而，从持续不断升起的火球与烟柱来看，电厂遭受的破坏程度远不止轻微影响那么简单。沙图拉发电厂的规模高达1500兆瓦，不仅是莫斯科最大的发电设施之一，也是整个俄罗斯最重要的电力支柱之一。与此同时，乌克兰对俄战区电力系统的打击也在同步进行，多轮无人机攻击集中落在顿涅茨克方向。例如，在沙赫塔尔斯克，乌军无人机摧毁了当地的变电站，引发了多个区域停电。从现场照片来看，俄占顿涅茨克的不同据点接连被点亮，火光不断闪烁，伴随剧烈爆炸声，显示当地电力设施遭受严重破坏。随着俄罗斯进入寒冬，乌克兰对俄电力系统的攻击还将持续升级，莫斯科也不再是安全区，任何战略目标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打击对象。乌克兰用这一系列突袭表明，他们不会接受外部施压所暗示的投降路线，前线部队仍在专注执行任务，以实际行动回应威胁。对许多乌克兰人而言，相比纸上谈判，无人机与导弹带来的实际打击更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况且，无论现状多么艰难，都比不上2022年那段最黑暗的时期，当时俄军已经兵临基辅城外。而如今，乌克兰的无人机正在莫斯科的发电厂上空引爆火光，这本身就是局势彻底反转的象征。乌克兰在最近一次针对克里米亚的猛烈空袭中，被曝使用了英国制造的风暴阴影远程巡航导弹。黑海周边多个地区在同一夜里相继传出多达10起剧烈爆炸声，震撼整个占领区。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克兰昨夜对俄占克里米亚多处设施发动密集空袭，其中最引人关注的目标之一就是位于克拉斯诺佩列科普斯克的关键变电站。从现场画面可见，电站附近升起了一团又一团庞佛烟花般绽放的巨大火球，火花四散飞溅，照亮周围夜空。这一变电站是克里米亚电力系统最重要的输电枢纽之一，其被击中无疑将对俄军后勤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影响范围可能远超当地。目击者声称，他们整夜听到至少10次轰隆巨响。当地多家媒体则指向乌克兰可能使用了风暴阴影导弹实施此次精准打击。就在不久之前，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也被曝光遭乌克兰国产海王星导弹重创，使得俄军在半岛的空中力量再次受到削弱。与此同时，乌克兰特种部队也在黑海沿岸展开破坏行动，摧毁了俄军高价值防空装备。夜视画面显示，俄方的多个军事基地出现了多个起火点，遭打击的设备包括 Lira A10雷达、尼波 U 雷达、尼波 SV 雷达以及 P18 捷列克雷达系统。更有一架卡27舰载直升机在尚未来得及起飞的情况下被直接摧毁，显示出乌克兰此次行动的突然性与精准度。另一方面，乌克兰也同步对俄罗斯本土展开新一轮深度打击。萨马拉州工业区遭到2架无人机突袭，当地塞斯兰炼油厂被击中后起火燃烧。这意味着乌军再次启动对俄能源系统的战略瘫痪作战。就在不久前，他们才重创了梁赞最大的炼油厂之一。紧接着，俄罗斯边境的油站也未能幸免。就在数小时前，2架无人机飞入别尔哥罗德州，随后确认瓦卢伊基市的一座国营加油站被摧毁，爆炸引发的巨大火光几乎照亮了整个城市。从克里米亚到黑海沿岸，再到俄罗斯境内多地，夜空中不断升起的火光与浓烟显示乌克兰正不断扩大远程袭击的力度。现在几乎每隔2天，俄方就会遭遇一次空袭威胁。可以预见，乌军接下来还将继续锁定俄罗斯的能源与电力基础设施，试图在冬季全面削弱俄方的作战与补给能力。俄罗斯的能源体系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就在不久前，海参崴传出震动外界的消息，一艘油轮突然起火燃烧。紧接着，在俄首都莫斯科地区也发生了一起引发当地恐慌的爆炸事件。据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麦什报道，当地时间11月21日前后，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
沿海区域突发严重火灾，起火主体是俄罗斯影子舰队中的一艘油轮，事发地点距离码头仅数公里。从前方拍摄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海面上出现了巨大而耀眼的火球，火势整晚都未能得到完全控制。等天色转暗后，火焰反而更加醒目，彷佛照亮了整片夜空。目前，俄罗斯官方仍未对此做出正式回应，失火的具体原因也尚未披露。不过，外界对该地区并不陌生。海参崴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名义上的经济中心，它的历史背景无需赘述。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海参崴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7000公里，但乌克兰此前已经多次对该地发动袭击。今年5月31日，乌克兰情报总局的特工被曝对海参崴第47空降营的基地实施爆炸行动。当时，俄军检查站和指挥部周边先后传出2次巨响，声浪在海参崴上空回荡，被认为极可能刷新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的最远记录。乌方借此展示，距离无法阻碍他们的行动，俄境内任何地点都可能成为目标。不仅远东地区频繁遭袭，俄罗斯的核心腹地同样未能幸免。就在早前，莫斯科南部城市维德诺耶突然发生大规模爆炸，现场腾起10多米高的火球。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爆炸还伴随2次冲击。起初，围观的民众在强烈的冲击波中被迫后退。画面中，爆炸点附近浓烟滚滚，周围停放的车辆触目惊心。当地政府随后发表声明，声称这只是一起卡车爆炸的事故，否认任何遭袭的可能性。然而，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莫斯科已发生多起类似爆炸事件。乌克兰特工利用汽车炸弹实施暗杀、破坏的情况屡见不鲜，有时甚至将炸弹直接安置在俄军大员的住宅门口，进行精准的定点清除式打击。俄境内远东与核心首都区域相继出事，再度凸显战火正悄然延伸至俄罗斯的城市深处，冲击着俄方自认为稳固的后方安全。莫斯科夜空里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正在敲响俄军防空神话的丧钟。当乌克兰火烈鸟导弹的残骸落在莫斯科郊外时，俄罗斯号称全球最强的 S-500防空系统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一边是单价高达1200万美元的防空拦截弹，一边是成本只是其零头的廉价无人机与巡航导弹。这场以小博大的对决正在重新塑造俄乌战场的攻防规则。谁也未曾料到，被普京誉为太空盾牌的 S-500 会在克里米亚率先栽跟头。2025年8月某个凌晨，塞瓦斯托波尔军港被猛烈的火光照亮。几架乌军投入成本不足5万美元的改装无人机，竟精准击中了 S-500 防空系统的核心设备，价值高达3亿美元的 98L6 叶尼塞雷达。这台被宣传未能探测600公里外目标，乃至具备监视卫星能力的千里眼，却在贴海飞行仅15米高度的无人机面前彻底失手。随着雷达被摧毁，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防空体系瞬间瘫痪，漏洞暴露的无处遁形。然而，克里米亚事件不过是序幕，火烈鸟导弹的大规模量产才真正把战火推到了莫斯科的家门口。在乌克兰地下军工体系中，一排排灰白色的火烈鸟不断从生产线上驶出，其3000公里的射程几乎覆盖到莫斯科、乌拉尔山脉的关键军事设施。更让俄军头疼的是，火烈鸟完美踩中了防空体系的盲区。S-500嫌它飞得慢，高射炮又嫌它飞得快，甚至连防空雷达都很难稳定锁定。1吨重的战斗部更足以摧毁铁路枢纽与大型输电设施。这场对抗的关键在于成本碾压。俄军一枚 S-400 防空导弹的价格高达1200万美元 ，S-500 的成本更是只高不低。而乌克兰在北约技术支持下，将火烈鸟推向量产，月产量50枚的规模，使其价格始终保持在低成本区间。目前，乌军已储备近1.4万架各型无人机与火烈鸟系列导弹。只要采取蜂群式饱和攻击，就算俄军库存再多的防空导弹，也架不住这种硬碰硬的消耗战。S-500 的尴尬表现远非个例。2025年10月，乌克兰曾在1天之内出动193架无人机，硬生生撕开莫斯科的防空网。
爆炸声响彻夜空，多莫杰多沃机场被迫全面关闭。民众从阳台拍下的火光视频，瞬间让首都领空固若金汤的宣传不攻自破。军事专家指出，俄军防空体系源自冷战思维，擅长拦截高速、大型的空中目标，却对火烈鸟这种低速巡航、小雷达反射面的武器几乎无能为力。更雪上加霜的是，乌军还给火烈鸟装上了跳频晶圆，使其轻松绕开俄军电子干扰，让 S-500的雷达变成睁眼瞎。如今的莫斯科，昔日的安全感已荡然无存。进入11月后，乌军多次用火烈鸟与无人机混合突袭，俄军为了拦截，被迫不断发射高架导弹，却屡屡发生导弹炸残骸的乌龙事故。甚至有视频显示，一枚偏离轨道的拦截弹直接撞上居民楼。官方给出的坠落残骸解释，在民众的怀疑声中显得格外乏力。防不住敌人，还伤到自己人的现实，正在持续削弱俄军的士气。泽连斯基显然洞悉了这种心理战的价值，他亲自邀请美国媒体曝光火烈鸟生产线，就是为了释放一个重要信号：乌克兰具备让战争不断升级的能力。而对于俄罗斯而言 ，S-500神话的破灭并不是最可怕的，真正致命的是火烈鸟带来的战略威慑，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枚导弹会落在哪里。这种不确定性比导弹的破坏力本身更具有压迫感。当昂贵的 S-500在廉价无人机与巡航导弹面前不断失灵，当莫斯科的防空警报成为常态，我们也许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现代战争的本质早已不是单一装备之间的对抗，而是体系、成本与战术的全方位较量。而俄乌战场正在成为这种新型战争模式最鲜明的示范场。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